不好意思啊，现在不能离开。这是什么情况？你们找谁啊？在从你们病房带去的东西里检测出了核辐射，现在相关人等全部必须进行隔离检测。麻烦你们组织病人配合检测。好，现在不能离开。 被隔离了，为什么？核辐射？干什么玩笑？哪来的核辐射？咱们不是有个患者，他一直皮肤感染了，念白就拿着这个患者贴身的衣物和手术就送去检测了，结果经过医院的辐射检测点，报警器就响了。现在还不能确定相关密切接触者的核辐射的情况，所以全部隔离。 你怎么才来啊？白天来过了，人太多了没挤过来。人是挺多的。医院好多年都没有见过核辐射的病例，相关的、不相关的医生和领导都来了一遍，恨不得从我身上查出元素周期表来。还在那儿笑。查出是什么元素种类了吗？查出来了，辐射穿不过这块暗墙玻璃。对不起。又不是你辐射的，你对不起干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放心，我很坚强的。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以女朋友的身份对你好过。我其实也想问你，虽然感觉我们的关系好像越来越亲密了，但是你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女朋友。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你是在开玩笑。如果说感情是一条路的话，那我觉得我面前的这边都是坎儿。你是随时可以回到国外实验室的高材生，是副院长的儿子，是年纪比我小的实习生，甚至也不是我一直喜欢的那种性格强悍、专业能力强大的那种人。原来有这么多问题吗？可能是以前的阴影太多了吧，就总觉得前面都是坎儿，每走一步就绊一下，绊着绊着就觉得有些累了。你是来跟我分手的吗？我是想跟你说，如果不是这一次你被隔离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担心你，有多么害怕失去你。想到这些，就觉得那些坎全都消失了。所以你要好好的，等你出来，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你女朋友。那你可不许后悔。我只后悔没有早一点认清我对你的感情。我好想抱抱你。怎么了？太生了，要不让他们换一份？不是，我有点担心念白，我也担心都弟。是啊，要不是护士长不信任我，还专门找田主任不让我管床，
可能被隔离的就是我了。护士长为什么不信任你啊？以前他碰到重要的患者，不都是偷偷去找你吗？怎么说你也是主治的级别啊？谁知道呢？先不管那些了，快吃吧。杜叔叔找我，他找你干什么？我问问啊。我得回趟医院了。今天不是林医生值班吗？以前都是念白给叔叔汇报阿姨的情况，这2天不是没发吗？叔叔找不到他了，情急之下就来找我来了。我得回医院看看，给叔叔报个平安去。杜迪，我们2个约会吃饭，从头到尾都是在聊他。这世界上所有人都在围着他转，他魅力可真够大的。这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赶到一起了吗？谢谢你请我吃饭，但是以后咱能不能别吃那么贵的馆子了？你说这地方花钱又多，说话都不敢大声，多拘谨。我请你吃饭，怎么能那么随意呢？你对我真好，我走了。哎，你等一下，我找服务员结账，我跟你一块儿走。你别着急走，钱都花了，咱不能白花。你在这儿慢慢吃，好好感受一下环境。我去报个平安，我就回家了。好吧。坐下。在隔离地方等消息也太吓人了。终于出来了，没事就好。还好辐射源比较微弱，长期贴身接触的人才会有问题，不然恐怕是出不来了。年轻人，别看了，会长睁眼，赶紧回去吧。必须自拍纪念一下。你这什么表情？我不会自拍。你这表情发出去，别人还以为我们是仇人呢。来个喜庆的，再来几张啊！算了，黑脸我也喜欢，发了。别发了，这么丑。一点都不丑。哎，你之前不是把你爸拉黑了吗？谁说我拉黑他？看来关系缓和了。就没这回事儿。哎，对了，魏魏哥怎么没来看我？他干什么去了？他最近心情特别不好，有一个宫颈癌的患者拒绝治疗，硬是要赌上性命生孩子。以前林医生一直很冷静，最近情绪特别的激动，一提到那个患者就暴跳如雷。他第2次面对这种事情，肯定是没有办法淡定的。第2次，他妻子冯科就是这么走的。还有这回事儿？这是他这辈子都过不去的阴影啊！你回来了？几点了？你快看一眼几点了12:05。哎呀，完了！我一路狂奔就是为了能在12点之前赶到家，还是过了。没事儿，过了5分钟就不是纪念日啦。再说了，今天呢要庆祝一个新的开始，咱们林大医生人生中第1台主刀手术完美成功。嗯， 哎
结婚3周年的蛋糕，怎么能我一个人吹呢？结婚纪念日已经过啦，现在是为你庆祝的。老婆，真对不起，从结婚开始我就忙着规培，规培完了就忙着升主治，临床工作结束了还跟着主任去实验室，没休息过1天。结婚周年纪念日，我还迟到了。你跟我在一起，太委屈了。从我决定嫁给一个天才医生开始，我就知道要过这样的生活啦。我不委屈，我支持你。再说你救了那么多孩子和产妇，那也就是说我间接的救了他们，那是我的福气。我上辈子一定是做了很多好事儿，要不然我怎么能娶到你这么完美的老婆呢？我发誓，等我当上主任，我就请个长假带你去旅游。你不是想去尼泊尔看雪山吗？波克拉对不对？那我们就坐条船，每天躺在湖上看安纳普纳雪山。好。那要是当上主任的话，你得做够个8件的手术吧？那我就每天做个7、8台剖宫产呗，没几年就凑够数了。有请明星医院妇产科的刘主任，向我们介绍一下妊娠合并宫颈癌的最新治疗成果。这个男主是妇科肿瘤的大咖，特别厉害。是吗？他比张主任还厉害吗？宫颈癌是张主任竞争院士的主要对手。最常见的疾病。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发现的是早你比我跟个傻子一样。是在怀孕的你就是个手术傻子。中期还是后期？是选择保胎还是切除子宫？对于一个妇科肿瘤医生来说，面临着大量的选择和决策。什么时机做什么事儿，用什么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年轻患者的案例。这个案例几乎集合了所有的因素。患者27岁，结婚3年一直没有怀孕，经查为卵巢多发囊肿，去年做过卵巢囊肿切除术后积极备孕，现怀孕16周加2，期间一直有出血的现象，患者以为是胎儿不稳或者是先兆性流产，所以做了大量的保胎措施。就在上个月才发现，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并非先兆流产，而是宫颈癌2A1期。对不起，刘主任，我想问您一下，他多发卵巢囊肿是单侧还是双侧？有多大？然后具体是用什么措施去摘除的？卵巢囊肿手术和宫颈癌没有关系。我就是想尽量的了解的清楚一些。年轻医生是吧？挺好学的。会议结束以后你来找我，我把所有的资料都传给你。谢刘主任。宫颈癌本身并不是致死率高的癌症，如果发现的早，存活率还是很高的。但患者怀孕心切，将一些症状误认为怀孕初期的流产症状，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目前患者坚持不终止妊娠。数据我都发给你了。这个患者年轻是优势，也是劣势，我们的挑战很大。刘主任，患者是不是姓冯？叫冯科。啊，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她是我妻子。不会那么巧吧？冯科出问题不在盛济看，去别的医院。我还在奇怪，这个患者为什么在盛济做了卵巢囊肿手术，却来明新治宫颈癌呢？他确实是叫冯科。我想，你们夫妻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我是建议他终止妊娠，但是他坚决不同意的。我不能说继续妊娠就一定会失去生命，因为在治疗过程中还是要看情况的。但是他的癌细胞非常活跃，发展的也很快，有可能根据目前的医疗手段控制不住癌细胞的发展，所以终止妊娠，先治宫颈癌。他肿瘤已经侵入到子宫了，如果治疗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切除子宫。他不会同意的。我能理解作为家属很难说服他，
但是你作为医生，应该很清楚你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她因为卵巢囊肿，一直没怀孕，已经很着急了。我们等这个孩子等了3年，她去年做的手术，手术康复的过程也比较辛苦。现在让她放弃孩子，还面临着以后不能再怀孕的可能。你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吗？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就是孩子还没长成，人就没了。林薇，你相信我，世界上所有的医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医治不了自己心爱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一座不长树的青山，哪来的柴烧？我不接受。话不是这样说的，老婆，你不一定非要切除子宫的，还是要根据治疗情况一步一步来判断。哎呀，我就知道张主任肯定会让我终止的，我不答应。魏哥辛苦啊！你怎么了？找我有事啊？你今天已经做了10台手术了，叫你出去休息。没事，10几台剖宫产对我来说小意思。田主任说了，不让你疲劳手术，已经换其他主任了。你这样拼命的做手术没意义。那你说，干什么有意义啊？我知道，你碰到了一个像冯科姐一样的病例，患者坚持要保胎，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是医生，医生给出最专业的治疗方案就好。你不要活在失去的痛苦里。医生光给出专业的治疗方案，能改变患者的选择吗？好看吗？开始了。宝宝，宝宝你好，我是妈妈，是你的妈妈。妈妈现在还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就先给你起一个小名，叫小幸运，你喜欢吗？小幸运，妈妈已经和癌症斗争2个月了。不对，应该是你陪着妈妈一起和癌症斗争2个月了。从有你开始，人生好像就进入了一场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战役。妈妈每天都在和一个叫癌症的大坏蛋打仗，不过妈妈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一想到你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人儿，陪在妈妈身边，会哭，会笑，会叫妈妈，妈妈就好开心，好开心呀！多巴胺肾上腺素快追。你最后一天录的视频，我一直没有勇气看。老婆，我就快做满8千台手术了，我想我也该看看你跟我说了什么。老公，张主任今天告诉我了，肿瘤扩散到腹腔了。哎呀，我真没用，我坚持不下去了。孩子也没能到这个世界上来看一眼，对不起。我知道你一定会怪我的，是我太任性了。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我爱我们的孩子，我不可能为了保命而失去他，所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的。
这段时间让你很痛苦，还因为我让你深深的怀疑自己作为医生你的能力和使命。不要怀疑自己，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因为你还跟我做好了约定，等你做完8000台手术，要带我去博卡拉的，你记得吗？丰收女神一定会眷顾你的。你老婆我没有那么幸运，但是你一定是最幸运的那个。小龙加油！我爱你。姐，你找我有事儿啊？聪儿啊，我有个事儿想求你帮我个忙。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我这不是跟王大成要结婚了吗？就想做个检查。想做个婚前检查是吗？对对对，我之前结婚不是好几年了都没怀上吗？就想赶紧查一查我到底能不能生。要是不能生，我就不结婚了，不要连累人家，对吧？不能怀孕的原因呢有很多种。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现在呢，医学这么发达，可以通过治疗实现怀孕的。实在不行的话，还有试管。你先放宽心，我先帮你约着检查。现在能跟你这个弟妹说说心里话，可真是太好了。之前吧，姐对你结过婚这个事儿有点看法，是姐对不起你啊。快别这么说。俊霄吧，他虽然是个妇产科医生，但他毕竟是个男的。我自己有什么事儿，跟他这个弟弟也说不出口。姐，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尽管跟我说。我说俊霄这小子，怎么福气那么好呢？找你这么一个好姑娘。哎，对了，这个检查多少钱啊？我赶紧把钱打给你吧。啊，是这样的。我们医生呢，每年都有免费的体检，今年我还没用呢，我让给你吧，不用钱。不行不行，这我可不能占你便宜啊！这有什么呢？是真免费啊？真的免费。那我谢谢你了啊，我先去忙去了。去吧，约好了告诉你。哎。黄主任啊，我想问一下，全套的不孕不孕的检查得多少钱啊？这么贵？就是也得看具体情况是吗？不是我帮朋友问一下的。哦，挂了啊。贵就贵吧，知道这么贵，他肯定就不检查了。以保胎的同时，最大限度抑制宫颈癌为目的，建议患者做妊娠期的 NACT。NACT 是什么呀？妊娠期的 NACT 为以铂类药物为基础，单用或联合其他化疗药物进行，一般每3周进行一次。那有效果吗？我想知道对孩子有没有影响。是这样啊，任何的治疗都会有一定的风险，这个你们应该是知道的，但不是绝对的。这个呢，请个医生跟你们具体的解释一下。NACT 能够有效延长妊娠合并宫颈癌患者的妊娠周数，减小肿瘤的局部体积，提高手术切除率，改善远期预后。但化疗可能会对母儿产生骨髓抑制，增加产时及产后出血和感染风险。另外呢，也有影响胎儿宫内发育，甚至是器官功能的风险。
有过接受 NACT 后的新生儿出现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报道，但不是普遍性的。那我不能同意。你想要抑制癌症，同时保住胎儿，是要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我一点风险都不能接受，我一定要一个健康的孩子，不然如果我走了，留下一个不健康的孩子给我老公吗？说什么呢？你不会走的啊！如果你不采取任何治疗，一旦病情恶化了，你的命都保不住了，何来他孩子的命啊？我想搏一搏。如果我失败了，跟你们医生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签字。看看这个，这是我妻子。视频录完3天之后，她就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离开了。老公，张主任今天告诉我了，肿瘤扩散到腹腔了。哎呀，我真没用，我坚持不下去了。孩子也没能到这个世界上来看一眼，对不起。我知道你一定会怪我的，是我太任性了。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我爱我们的孩子，我不可能为了保命而失去他。所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的。所以，作为一个妊娠合并宫颈癌患者的家属，不，未亡人，我想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一定要拿一命换一命的决心去走钢索吗？一旦一脚踏空了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哎，你去哪儿？手术室。哎，他这一天，除了研究王小扣的病情，就是去手术室。你跟念白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他放松放松。老这样可不成。去厕所。我陪你去。男厕。我在门口等你呢。行了，我发誓我不走。我既然都被你们拖过来了，那手术肯定是安排别人了，对吧？但是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去放个水，还不行吗？还是你俩厉害啊，能把林医生从手术室里拖出来。还是都迪厉害，都迪说的他要再不来就把他打晕了扛过来。这么暴力，小白医生那么温柔。好，谢谢大家，我是小白医生，好久不见。大家一定很好奇啊，消失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一般来说，一个人从一个经常出现的场景里消失，会有几种情况：第一，生活重心转移了，过去的东西不要了；第二，死了；第三，恋爱了。你们猜猜我是哪一种？恋爱了，跟我。你猜对了一半。跟我是对的。我恋爱了。今天我的女朋友也来了，就是那边那位穿绿毛衣的。哎呀，据说公开恋情等于脱粉啊，没想到我也有享受脱粉待遇的那一天吧。不过让女朋友委屈换来其他女性的爱戴，这还算是男人吗？在这里，我想感谢我的女朋友，
也感谢喜欢小白医生脱口秀的人。果然是小白，什么事儿都说。真爷们儿，杜弟太浪漫啦。就谈个恋爱，光公布就公布800遍了，有完没完了？这是傲娇。凡儿姐，还真没有。不是你这是怎么了？你喜欢刘念白啊？不会吧？真喜欢他，我以后再也不能听他的脱口秀了。你们别管我。谁管你？什么意思啊？他的脑洞是电钻钻的，你不懂，看演出吧。谢谢。来，进来。哎呦，可以啊你，居然真的给我们杜弟拿下了。小心说话，什么叫拿下？就是什么叫拿下？杜弟是物品吗？杜弟连人都不是，杜弟是神呐！不是我拿下了他，是女神眷顾。见过秀恩爱的，没见过这么肉麻的。好吧，恋爱中的神和凡人，你们喝什么呀？喝点什么？你刚刚说了那么多话，柠檬水吧。柠檬水，温的。温的。一会儿啊，得把吧台柠檬全给扔了。今天啊，空气中恋爱的酸臭味已经够了。什么？你的姻缘手幅。从今天开始，我对你脱粉了。啊！哇哦，我又成功的让你脱了一个粉。赢了你，失去全世界又如何？是这么说的吧？这哪学来的土话？QQ 空间吗？说透了是说的。你干嘛去？我怕我都吐完了，浪费酒。哎，我还偏要来找你。你找杜弟去，起开你这起开啊！我好像有点能理解李飞想的了。你看他们俩，这种时候要女朋友何用啊？李飞那就是闹着玩的。不过你俩能定下来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刘念白特别适合你。为什么？你是紧绷的，李俊霄呢，他也是紧绷的。你俩在一块的时候，就像两个蓄势待发的弓弦，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就把谁给伤着了。但是你的紧绷，在刘念白那儿，那压根就不是个事儿了。他就像大海一样，很清澈，很蓝，很温柔。无论你给他发射出来什么，他都能够包容和化解。你好厉害啊！怎么感觉你比我还了解我们呢？不都是旁观者清吗？这事儿轮到自己身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你呢？跟李俊霄怎么样了？李俊霄好像要跟我求婚呢。真的？那倒是不错。本来嘛，成家立业生孩子就在你人生计划里面。有时候想想，我对他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太过于敏感了。有时候要是我不那么介意的话，他的有些观点，其实也不是那么难让人接受的，反而是你跟他比较合适。你那么温柔，希望你可以让他放松下来，让他放下出人头地的执念，然后跟你好好过幸福的小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幸福的吧？肯定会的。不过，要是他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肯定不会放过他。那当然了，到时候我会求你帮我揍他，打不过我。无聊。看来喝酒真的能让人放松啊。黄主任，哎，你恢复的太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都出月子了，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你现在够狂野的，刚出月子就出来玩啊？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下王小柯的事情。你不用再劝我了，我不会让类似的悲剧再发生一次。我来倒不是想劝你，
而是想明确地告诉你，从冯科过世到现在，首先，医学是一直在进步的，妊娠合并宫颈癌的治疗比过去更加精准。其次，难道你告慰冯科的最好方法，不是让王小科母子平安吗？我承认我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我相信当初冯科也是怀着母子平安这个信念，奋战到最后一刻的。而且他们癌细胞的类型也有所不同，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林蔚，你和我同期进的圣迹，你曾经是我最强劲的对手。如果不是因为冯科过世了以后，你彻底放弃了科研，我相信今天的你也会是主任的有力竞争人选。失去你这样的对手，我很寂寞。林蔚，你振作起来吧，为了冯科奋斗下去。因为只有你变得更优秀，才能够拯救更多像冯科一样的病人。最近怎么样？艰难地打着离婚官司，他不想离，而且有强大的律师团。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不在的时候，把科室的工作挑起来，就算是帮到我了。林大夫，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希望小柯能够活下来。实在不行，可以不要孩子，我去说服他。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终止妊娠。我，哪怕他恨我，也得保住他的命。来，先坐。我先谢谢你做的这个决定。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很多。虽然我们都很希望王小柯能够活下去，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他的意愿。既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保住孩子，那么我作为医生，我能做的就是在尊重他最大的意愿下，尽最大的程度去帮助他。可是，您之前不是说风险很大吗？是。我妻子就是因此过世的，也给我留下了一生的悔恨和不甘。但凭此就认定你们的选择一定是往不好的方向去走，那也是武断的。林大夫，您是过来人，你应该能理解我现在的纠结和痛苦。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每天都在问我自己，我究竟是要听您的保住小柯，还是听小柯的赌一把保住孩子？我想了好多天，我好不容易决定，我决定听您的，可是您现在，其实我跟田主任还有其他医院的医生对王小柯的情况也进行了几次会诊，大家都认为他的情况还是谨慎乐观的。针对他的情况，最可行的方式就是进行新辅助化疗 NACT。可是之前不是说对胎儿影响很大吗？这些年有新型的化疗药物不断在问世，治疗方案和给药途径也在不断完善。虽然妊娠合并宫颈癌的数据并不多，但从已有的数据来看，以铂类药物为基础进行联合化疗，对于胎儿发育、产时影响的风险很小。所以，孕产妇宫颈癌的有效率可以达到60%以上。60%。那我们究竟会是60%的幸运儿，还是那40%的不幸呢？这说到底还是在赌嘛。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在跟病魔在做斗争，那确实是在赌。因为人类有很多疾病无法通过药物最终解决，就比如说我们身边的高血压、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决定是在赌，我不认同，因为这是在医学的极限下谨慎而负责的一个决策。我想问你，你能不能跟我一起严密监控？能不能配合我？我们一边进行新辅助化疗，一边做好随时放弃孩子的准备，尽可能帮他保到32周。如果在此之前出现任何的情况恶化，立即终止妊娠。林大伯，我想问句不该问的。你说。你能对此负责吗？我负责。好，林大伯，那我老婆孩子的性命就交给你了。媳妇儿，明天做化疗了，辛苦了。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我就是担心我化疗后没有头发，万一你只要宝宝不要我怎么办？怎么可能？我到时候给你买一顶最好的假发，跟现在一模一样。加油！妈，我跟你说，我交男朋友了，就是你特别喜欢的那个刘医生，刘念白，高高帅帅，笑起来特别阳光的那个男孩。要是以前的话，我跟你说我交男朋友了，你一定会特别开心吧？你一定会跳起来，然后握着我的手。妈，你起来听我说。杜医生，这个月的医药费该续了，已经用完了。欠的少还好，但是欠的多了，系统里开不出药啊。我爸走的时候没交够吗？当时是够了，但是您一直要求要最好的药，还有最新的药，都很贵。虽然说医院通过一些救助政策优惠了不少，但还是严重超支了。我知道了，我等一会儿就下去。来，后边排着队啊，各分各。够不够交？我刚去看阿姨，护士说你来交费了。我查了一下，后续还有好多钱要交。你存款够不够啊？不够啊，东拼西凑的结果就凑到了1个月。那下个月如果要做手术呢？那就到时候再说吧。我帮你交。不用，我下个月还有工资呢。咱们那点工资我又不是不知道。真的不用，我会想办法的，放心吧。那你就当我是借你的，真的需要钱的时候，你借别人的也是借，借我的也是借。刘念白，我明白你的心意，说是借，你是我的男朋友，以后肯定不会让我还的，这只不过是让我心里舒服的一种付款方式吧。那我怎么才能帮你呢？你已经帮我很多了，一直帮我照顾我妈妈，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你一直陪着我，还想尽办法让我吃东西，连平时我自己舍不得去吃的东西都带我去吃，真的，已经帮我很多了。这些呢，我可以接受，是因为作为女朋友，我也会对你好。等我涨工资了，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我也可以成为你的后盾。只不过，我妈妈的医疗费是我最后的体面，你就让我自己想办法吧。真的跟别的女孩很不一样。其实每个女孩都是不一样的，只不过现在这个社会
有很多趋同的价值观，让很多人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样想是对的。我只是不受影响罢了。真幸运啊，有你这么特别的女朋友。我也很幸运啊，有你这么特别的男朋友。作为一个男性妇产科医生，你很难不去心疼女人。大家青春期的时候都上过生理卫生课吧？学校会把男生跟女生分开啊，男老师跟男生说一些神秘的东西，女老师跟女生说一些神秘的东西。等到我们长大后互相一对，才发现哦，这些神秘的东西原来真的很神秘。老师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听不懂。开玩笑啊。网上对妇产科医生咨询率最高的一个问题，避孕。拜托，一堂课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遮遮掩掩？为什么要让那些女孩子一次一次轻易地伤害自己的身体？到现在为止啊，还有大量的女孩相信各种奇奇怪怪的避孕方法。我只能一遍一遍地告诉她们：第一，听专业医生的；第二，如果你的男朋友拒绝安全措施，那么请你一定拒绝他。还有很多女孩说我不想吃避孕药，我怕副作用。副作用这3个字对很多人来说就像是洪水猛兽，甚至很多人可以为了它放弃正作用。那么我想问问各位女观众啊，结婚的正作用是有人陪伴，有人疼，副作用是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老公爱游戏超过爱你，你就不结婚了吗？我没有。不结。哎，不过好像也是可以哈，这种男人还是不要了啊。换个例子，吃饭的正作用是活下去，满足味蕾；副作用是胖，你就不吃饭了吗？当然要吃了。对，当然要吃。我就很想知道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心疼这些女孩？我们能提前为她们做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啊，求求你们，把我的脱口秀转发给他们吧。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体检了？哪不舒服吗？我帮你看看吧。我不是要打探你的隐私，我就是本能的想帮你看看。对不起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做个身体检查，还有好几项检查都没做呢。我先走了。取个报告。这个，哎，刚刚那大姐你认识啊？怎么了？B 超疑似卵巢癌，她拿到报告以后看了几眼，赶紧跑过来问我，问是不是拿错了，问疑似是什么，还问疑似跟就是有什么区别。哎呀，我给她解释好半天。什么事儿？林医生，我现在发一个报告到你的邮箱，你帮忙看一下吧。我在门诊呢，等会儿看。很着急的，现在看一下。稍等啊。卵巢癌，你让我看什么呀？确定是卵巢癌。你医学院排上了，这都不是卵巢癌，什么是卵巢癌？赶紧安排住院。
陆医生，怎么了？姐姐，我帮你去挂个号吧。挂什么号啊？让林医生给你看看。我好好的找林医生看什么呀？你的 B 超报告不是有点问题吗？真的没问题。我看你取报告的时候脸色不好。嗨，这做体检一大早也不能吃饭，那么多项，还抽了好多血，谁脸色能好？没事没事，姐姐，有些问题不是绝症，早知的话能治好，你别拖了。我真的没问题。姐，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就告诉李菊香。我们家的事儿你少管。姐姐，你扒拉什么呢？今天菜不好吃吗？吃不下。还在为理解的事情烦呢。我是真的担心他再拖下去会出问题，他自己又不肯承认，还是我诅咒他？我觉得他是太害怕了。是吗？不管是谁，碰到这种事情，第一反应都是害怕。大家实在太害怕癌症这两个字了。尽管现在医学都已经让很多癌症变成了慢性病，但是对这两个字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了，所以没那么快能接受的。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假装不经意地对他进行医疗科普，让他知道早期卵巢癌其实没那么可怕，要积极配合治疗。有道理，得慢慢来。不过我宁愿选择另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你千万别逼他。找他的直系亲属。我没骗你。给，这是他的报告。我劝他去找林医生看一看，他不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拖，就算是侵犯了他的隐私，违背了他的意愿，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你。你们俩又吵架啦？没有。为了个病例，争了几句，真的没有。真的没事吗？真没事。啊，对了，黄主任问你56号床的病人今天可不可以出院？如果可以的话，你尽快去跟他说一声。好吧。你们真的没有吵架吗？没有。谢谢你。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暂时不要跟别人讲，特别是吴从瑞。为什么要瞒着他？我不想让他跟着担心。算你还有点良心。放心吧，我不会的。君霄，回来了，吃了吗？我在医院吃过了，吃的盒饭。怎么能就吃个盒饭呢？姐给你煮碗面去。我有事跟你说。把你所有的体检报告都拿出来。啥体检？吴从蕊跟我说，你去医院里检查能不能怀孕，所有的项目都检查了一遍吧。把报告给我。那个检查报告还没出来呢。别骗一个医生。
姐，我们住院吧。我不住院，没事的。现在目前只是单侧卵巢发现了囊肿，还没有发现盆腹腔积液，也没有大网膜增厚，也没有腹腔转移的表现。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早期。姐，我们还有希望，赶紧去住院吧。所以，这真的是癌症啊？姐，你别怕，癌症不都是绝症，而且现在咱们发现的早。怎么会这样呢？我这刚准备结婚，还想生孩子，不是为什么我会得癌症？姐，你别这样，真的不严重。我们只要现在立即去住院，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得花多少钱啊？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花多少钱？花多少钱都得把这病治了吧？走，现在就去。走啊，姐！哎呦，不是，婚我也不结了，我不能为了王大成，我也不能为了你，钱我也一分都不用，留给你结婚。姐，你跟我说这些话，你当我是没心没肺吗？你从小到大供我上学，放弃了多少？现在还要让你放弃生命，让我去结婚？你看着我，这个病我们必须治，不仅要治，而且必须得给他治好。我要让你健健康康的，然后去结婚，生一个大胖小子。啊！哟，回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气色不错，欢迎黄主任健康归来啊！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吃顿好的。别，你突然间对我这么热情，我不是很习惯。你看，老样子，老是泼冷水。身体怎么样？现在完全没问题，产后42天会诊，好极了。精神科呢，我也看了，再吃一阵子药，观察一下就好了。其实你不用着急回来。科室里虽然很缺人，但是你看你带着俩孩子还得上班，我怕你照顾不过来。我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的，倒不是顾不过来，我父母都来了，也请了保姆，照顾2个孩子是绰绰有余的。只是呢，我希望花点时间陪陪孩子，让思琛她的状态稳定下来，还要争夺2个孩子的抚养权。所以呢，我打算把手上的一个科研项目和一些管理工作交给林卫。我早就想让他多分担点工作，但是呢，他老是拒绝我。你让他为了升职多负担点工作，他肯定不愿意。但是如果为了帮我，可能有戏。那感觉好了。趁这个机会，也让他出点成果，再往上走走，让你跟他好好说说。好，那咱们查房去。走，查房去。欢迎黄主任回来。欢迎回来，有啥事儿我们全妇产科帮你挺。护士长，您太客气了，不会有事的，放心吧。哎呦，这花好美啊！先给我留着，我查完房回来拿啊。好嘞。田主任，查房吧。好。来来来。你请我干什么？
手术很顺利，孩子也很好。谢雷大夫，你根本不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我懂，都懂啊。来吧，要给我分配什么工作？去年申请下来的一个项目，是妊娠合并宫颈癌的研究。你也知道，我最近忙着打官司，还要照顾2个孩子，所以我希望大量的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你可不可以帮我接手这个项目啊？并且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暂时帮你接管我没问题啊，但是要代替你出成果，这个我不行啊。但是我会把这些年我自己妊娠合并宫颈癌的这个病症研究积累经验，可以全部都交给你。第一作者不必了，因为我不想做医生了。为什么？我答应过冯科，我做满8000台手术就带他去尼泊尔。我现在还差几台就凑够数了。我都决定了，到那个时候我就辞职离开医院。我想先带着冯科的骨灰去趟安纳普纳雪山，然后我就彻底改行了。一定要这样吗？你这么多年的积累，再出一点科研成果，你就是盛季的主任了。你觉得我在乎吗？我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你放心，你的工作我会暂时帮你承担的，但是长期的话，你得物色新的人选啊。志晓，我可等到你了，要不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嗯，是的。这里是特需门诊吗？普通门诊，我们医院是私立的，所以条件都是一样的好，而且每个诊室的面积呢都要比盛季的大。另外，超声室有20个，都在同层，患者做超声基本可以不用排队的。这边，来，你坐这儿吧。哎，你觉得怎么样？你们家医院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去生计受那个罪？嗨，医院条件再好，也需要有名气的医生，不是吗？我们自己医院的医生虽然也都有正规的职业证照啊，但患者就认大医院的名气呀。我爸是希望我成为盛季的主治再回来的，可是我实在撑不住啊，太苦了。与其自己奋斗个6、7年，还不如直接从盛季挖人呢。生计医院那么多主治、主任、副主任，为什么偏偏找我？当然，因为我喜欢你啊。如果我爸个医生回来还能成为女婿，我爸得多高兴啊！你说呢？我有女朋友。我知道，可你还没结婚，我就还有机会。你放心，我不会拿任何工作上的事情来跟你做情感交换的，但我不会停止喜欢你，我要让你看到我的真心。医生，您帮我看一下。医生说我这个是宫颈糜烂。你走错诊室了，这间诊室的医生今天休息。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得赶紧做手术，赶紧去隔壁看看吧。宫颈糜烂不是病啊，也不用做手术。谁说不用做呀？赶紧去做。隔壁6诊室的张主任，他最擅长治你这个病了，你快去吧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你在胡说什么？宫颈糜烂根本就不是病，也不需要做手术。在我的医院都得做。你这是在骗人，你知道吗？你好歹也是医学生，难道你不知道，从2008年开始，中国第7版妇产科学教材上就已经取消了这个称呼？
宫颈糜烂根本就不是病，只是过去医学对宫颈的一种正常表象错误认知。我知道，可是最容易做又最赚钱的就是这个手术，用激光轻轻一烧，一次手术费是1万多，指导医生提成8000，又没有什么风险，为什么不做呢？你这是在违反医学道德，对患者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还可以打消女生的羞耻感，这怎么违反医学道德了？宫颈手术对未来的生育是可能有影响的。在医院里，你难道没有见过那些因为做过宫颈手术而宫颈功能受损的吗？你难道没有见过那些为了保证自己胎儿生育，只能把松弛的宫颈缝扎起来，在床上苦苦等几个月的吗？那些医生下刀都太狠了。你看啊，以你的技术是吧，轻轻那么一啄，意思一下，怎么会影响未来的生育呢？这种手术，我肯定不做。一个手术8000，对患者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就当洗牙喽，洗牙还见血呢，像这种激光手术都不见血。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得肿瘤的。我的医院最赚钱的就是这些难以启齿的小毛病，他们不敢去公立医院，跑来我的医院也都是舍得花钱的。他们也是自己心虚，不是吗？我觉得跟你们上升不到什么医学道德。我会给你很好的条件的，如果以后你家人有任何住院的需求，在我这儿我给他全部免费，你看行吗？伤害人的事儿，我肯定不做。这个不会伤害人的。走，我给你看看合同。走啊！说吧，你女朋友又有什么事儿了？你怎么知道？你来找我，除了为她，还能有别的事吗？也可以有别的事儿。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刘院长、刘大主任，有什么可以让规培医生增收的办法？规培生的任务就是锻炼和学习，早点完成考试，走入下一阶段。想什么增收啊？再说了，规培生一天工作忙下来，累得像一滩泥，还不倒头就睡，还要精力搞副业。规培医生也是人，也有经济困难的时候。你母亲的家族留给你的信托基金，应该不会造成你生活困难。你说的，不是你自己吧？不是我。这不结了，还是你女朋友呗？怎么，养不起女朋友了？她不让我养。嗯，倒是一个有骨气的女孩，不像你。对，就我最没骨气。怎么，不反驳我了？这不是求人吗？哪有求人还嘴硬的？你女朋友英文怎么样？好，特别好。正好，我有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有大量的文献和资料要翻译，本来也想找人的，签字800元，那就交给他。但是我丑话说前头，别耽误我的进程。如果做不来，赶紧告诉我，我找别人。做得来，肯定做得来，必须做得来。医生，快去看看吧，我女儿肚子疼。